大家好，我老肉。说1992年的时候啊，有个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来到了新西兰南岛，他们要验证一个传说啊，一个流传了100多年的传说，是当地山区的牧羊人说的。他们说有一种鹦鹉啊，经常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吃他们的绵羊，好多绵羊都被他们咬死了。你没听错啊，说的就是鹦鹉吃绵羊。这事儿听着都新鲜啊，是吧？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。但是当地的牧羊人世世代代都有这个说法，都说亲眼见到过。所以这次呢，摄制组打算实地验证一下，看能不能拍到鹦鹉吃绵羊。结果你别说，还真拍到了。说当时啊是冬天，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绵羊跟往常一样挤在羊圈里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出现了几只鸟，大小的话看起来像某种鹰，而且嘴长得也跟鹰嘴一样又弯又长，同时眼睛里还泛着红光，一看就很凶猛，不是好惹的。等选定目标之后呢，这家伙就飞到了绵羊后背上，然后他竟然一头扎进羊毛里，就那么直接用嘴从绵羊后背上开始挖肉吃，直接吃活肉，连撕带咬的，不管羊怎么挣扎，他只管吃它的。你想这羊还活着呢，是得有多疼啊，是吧？看起来非常野蛮。最后羊被折磨得精疲力尽，还是倒了下去，任凭对方继续在他后背上挖肉吃。那么有了这段录像啊，当地牧羊人的话终于被证实了。不过有观众要问了，说这不是鹰吗？跟鹦鹉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这些家伙还真就是鹦鹉，当地的毛利人管他们叫 Kia， 这个名字来自于他们的叫声。然后这家伙的中文名呢，说的就是刚才这事儿，叫捉羊鹦鹉。好多人可能觉得捉羊这名字是误会啊，其实不是，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他们真就是种会捉羊的鹦鹉，一点都没忽悠。而且像92年拍到的也不是偶然事件，捉羊鹦鹉确实很喜欢在冬天吃羊肉。比如有这么一个数据啊，说当地山区的羊群当中，大约有5%的羊是被捉羊鹦鹉杀死的，这个损失可以说相当大了。然后具体来说呢，有些羊死于失血过多，有些被赶下了悬崖，还有很多是因为感染了鹦鹉的病毒死的。你就感觉这鹦鹉啊，杀伤力简直比鹰还大。所以这么说的话，捉羊鹦鹉就是一种凶猛的猛禽了吗？好像也不是。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啊，它们智商非常非常高，认知水平啊，还有逻辑思维能力，在整个动物界都属于最顶级那一档。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也出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举动，特别古灵精怪那种，骨子里还是一只顽皮的鹦鹉，并不是猛禽的性情。而且来说，他们吃羊肉这一点呢，也不是他们的本性，而是有个非常特别的原因。咱接着往下说。那么说捉羊鹦鹉的长相啊，那确实不太像鹦鹉，看起来更像只鹰，而且它们生活的地方也非常出人意料。人家其他鹦鹉都生活在热带、亚热带森林里，都喜欢温暖的环境，唯独这货呢，生活在新西兰南岛的高山上，而且还是附近有冰川，常年有积雪那种雪山，环境非常恶劣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生活在雪山之巅的，能直面狂风暴雪的鹦鹉，想想都不可思议啊，是吧？说全世界400多种鹦鹉啊，就只有它可以生活在雪线以上，就这么另类。那么说鹦鹉的分类啊，上期刚说过，说鹰形目现存有4科，捉羊鹦鹉属于其中的枭鹦鹉科。这科里面除了捉羊鹦鹉之外，还有种鹦鹉叫枭鹦鹉，也住在新西兰。然后大家都知道枭这个字啊，一般指的是猫头鹰。这个你看枭鹦鹉的长相就知道，而且这家伙呢，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不会飞的鹦鹉，生存之道也特别的诡异，应该单独来一期。那么这期啊，还是回到捉羊鹦鹉。虽然捉羊鹦鹉有位不会飞的亲戚，但是它自己的飞行能力那非常非常厉害，而且这也很好理解。你想，他们常年就生活在高山上，风肯定小不了，是吧？那都是每天对抗大风练出来的。你像是在风里悬停啊，借着风势倒着飞啊，各种空中技巧之类的，有时候你会感觉他们有点像是在玩，像是在风里冲浪一样，特别的潇洒。尤其再一个呢，捉羊鹦鹉翅膀下面啊有一大片橙色啊，非常非常鲜艳，所以它们飞的时候识别度还是蛮高的。那么说捉羊鹦鹉的体型啊，在鹦鹉家算是很大的，体长能达到半米左右，体重接近1公斤，身材呢确实属于是猛禽的身材。不过说到食性呢，它们基本上来说啊，还是鹦鹉的调性，以吃素为主，属于杂食性动物。平常大多数时间都在找各种植物的根啊、嫩叶子，还有浆果、花粉、花朵、花蜜、苔藓之类的，大部分都是素食。
然后偶尔翻翻石头，看下面有没有虫子可以吃，或者有些朽木给它凿开了，吃里面的虫子，就算是开荤了。这些才是他们的常规饮食啊，并没有像猛禽一样捕猎这一说。不过捉羊鹦鹉呢，生活在雪山上，而且冬天还不迁徙，跟其他生活在热带、亚热带的鹦鹉相比啊，环境可就恶劣多了。所以要想熬过连续好几个月冰天雪地又食物匮乏的寒冬啊，它们必须得有点不一样的生存之道。说每年到了初春的时候啊，新西兰南岛靠近海岸的山坡上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海鸟来筑巢。这儿的土壤非常松软啊，很容易就能挖出个洞来，海鸟就把洞下在蛋里面。那么这片山坡对捉羊鹦鹉来说呢，就像埋了满地的宝藏一样，它们很轻易的就能挖开这些洞，把鸟蛋掏出来，然后毫不客气的啄开吃掉。这些鸟蛋其实非常珍贵啊，属于是1年1度季节限定的食材，就这会儿才有。而且对捉羊鹦鹉来说呢，特别重要，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来建立熬过寒冬的能量储备。也就是说，从春天开始啊，它们就开始往身上贴标，准备过冬了，就这么未雨绸缪。所以捉羊鹦鹉这种对脂肪的需求啊，是它们那些待在舒适圈的亲戚们所没有的。然后等到了仲夏的时候呢，捉羊鹦鹉还会到这儿来找吃的。不过这会儿洞里的蛋有些已经孵化了，变成了幼鸟，所以捉羊鹦鹉呢就在山坡上溜达着，听哪儿有微弱的鸟叫声。找到之后，他们会非常熟练地杀死幼鸟，然后把胃油啊，还有皮下脂肪都给它吃掉，尽量吃干净。这可能是他们1年当中最容易获取的脂肪。那么这顿海鸟大餐吃完之后呢，捉羊鹦鹉的其他脂肪来源那就比较零碎了，比如有些植物含油量高一点，或者偶尔吃个虫子之类的。总之零打碎敲的也没多少啊，他们传统的饮食习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不过后来呢，大约是200年之前，人类赶着羊群开始在高山上放牧了，这对捉羊鹦鹉是个不小的影响。因为古代牧羊人啊有个传统，就是要放火烧山，把枯草一把火点着了，烧成草木灰当肥料，下一茬牧草就能长得更旺，是这么个操作。不过大火烧过之后呢，羊吃的草长得更旺是不假，可捉羊鹦鹉吃的好多植物可就遭殃了，尤其是那些含油量高的植物啊，被烧得更惨，而且过火之后各种虫子也会减少，这都是捉羊鹦鹉的脂肪来源，是吧？都被人类给闹没了。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呢，就出现了咱开头说那事儿，有个别捉羊鹦鹉啊开始学会捉羊了。当然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，目前还没什么定论。不过有个比较合理的猜测，就是因为饥饿，人类放羊破坏了他们的生存资源，冬天熬不过去了，所以才盯上了羊背上的肥肉，它可能是这么回事。而且根据统计呢，也确实是冬天啊，捉羊鹦鹉捉羊的案例会更多一些，这相当于也是个佐证。所以捉羊鹦鹉捉羊这事儿吧，这么看也算是事出有因啊，是吧？错不在他们。不过这几口羊肉吃下去呢，他们可算是倒了大霉了。咱接着往下说。说世界上现存的鹦鹉啊，大都在新西兰南岛的高山上，总数量只有6000只左右，属于是濒危物种。不过其实人类到来之前呢，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上都有捉羊鹦鹉，数量非常非常多。而且以前不光是高山上啊，低海拔和沿海的森林也是它们的栖息地，分布得非常广泛。那么后来人类在这定居了，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哺乳动物。说其实新西兰啊本来没什么哺乳动物，陆地上唯一一种就是蝙蝠，其他的都是人类带来的。比如1850年代，欧洲人为了搞点野味啊，搞点兽皮之类的，就从澳大利亚引进了负鼠，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成了新西兰的一大害兽。另外跟当年澳大利亚一样啊，欧洲人也给新西兰引进了兔子，后来当然也泛滥成灾了，到处挖洞破坏植被。所以为了控制兔子呢，他们又给兔子引进了很多捕食者，比如雪貂啊、白鼬啊这些家伙，既凶猛又能钻兔子洞，战斗力非常强。不过你想啊，这些家伙腿长在自己身上，不是你让它往哪钻它就往哪钻，是吧？有爱钻兔子洞的，也有喜欢掏鸟窝的。比如捉羊鹦鹉的窝呢，就搭在巨大的石缝或者树洞里面，本来也算比较安全，岛上没什么动物能钻进去吃它们。后来雪貂啊、白鼬还有负鼠这些入侵种越来越多了，它们的窝可就一点都不安全了，鸟蛋和幼鸟经常被这些家伙吃掉。所以久而久之呢，生活在低处森林里的捉羊鹦鹉啊就越来越少了，它们开始主要生活在高山上面，这也是被逼出来的。然后被赶到高山上就安全了吗？还是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们把人类的羊给捉了。
说自从1860年代有人报告羊被捉了，当地牧羊人就开始猎杀捉羊鹦鹉，甚至为了保护畜牧业政府还出面悬赏杀鹦鹉，搞了个消灭捉羊鹦鹉的运动，直到1970年才取消了悬赏。结果前后差不多100年时间，就有大约15万只捉羊鹦鹉被杀死了，也就剩了不到5000只，这才开始保护它们。那么后来虽然人类是不再杀捉羊鹦鹉了，但是他们跟人类的冲突和摩擦呢，倒也一直没停过。咱接着往下说。说新西兰的高山地区是著名的滑雪胜地，好多滑雪场就建在捉羊鹦鹉地盘上。那么游客越来越多呢，也没吓跑他们，反而把他们给吸引过来了。说捉羊鹦鹉好奇心很重喜欢热闹，喜欢玩，尤其是那些小年轻，平常总在一起打打闹闹的。当然这也是好多聪明动物的共性是吧？之前咱也经常提到，爱玩爱闹对大脑发育绝对有好处。那么有了人类这个邻居之后呢，突然出现了好多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，捉羊鹦鹉这个好奇心可就拉不住了。偷游客的手套帽子太阳镜、滑雪杖之类的，那都是常有的事儿。因为周围到处都有捉羊鹦鹉他们就一直在这撒摸这些小玩意儿，可能你一个不注意就被叼走了，都防不胜防了，属于是。然后除了小偷小摸之外呢，这些家伙还特别爱搞破坏，特别爱用那张鹰钩嘴咬坏东西。而且他们也不是说能得到什么单纯就是好奇，就是个玩。尤其他们好像对汽车特别感兴趣，密封条雨刮器什么的经常就被咬坏了。类似这样的恶作剧他们搞得可以说相当熟练了。另外除了恶作剧呢，捉羊鹦鹉从人类这儿也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。比如说吃的方面，游客的好多食物就被他们盯上了，混吃混喝也是他们的日常之一。而且再难开的垃圾桶他们也有办法打开，这些吃的比他们自然界的食物那可丰盛多了。当然这些食物对他们健康有什么影响，我还没看到相关的研究，不过至少也让他们多了个脂肪来源是吧？熬过寒冬应该会容易一些。那么说到脂肪来源呢，还有一些捉羊鹦鹉玩得更过分。比如有个监控就拍到过一位高手，这家伙3更半夜的竟然从门上猫洞溜进来了，完事直接大摇大摆的进了厨房，又轻车熟路的咬开了黄油桶的盖子，别的什么都没找吃了顿黄油就走了，一看就是惯犯，冲着黄油来的。然后还有些捉羊鹦鹉呢，还学会了利用人类的便利，比如他们寻找食物经常需要翻山越岭，从一些山头上飞过去，以往都是这么干的。不过有那么些懒鬼发现了个偷懒的办法，什么呢？就是穿山的隧道。所以他们会在隧道口守着，等有车来的时候就飞到车顶上去，搭顺风车过隧道，出来就是山对面了，就懒到这个程度。不过你想他们能这么干也说明他们真是够聪明，至少得能联想到穿过隧道是哪才行是吧？这就涉及到一些逻辑思维能力了。所以捉羊鹦鹉这些行为呢，也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，他们想知道这种在雪山之巅修炼了几千万年的鹦鹉到底有多聪明。那么讨论世界上最聪明的鸟呢，一般都得有乌鸦。乌鸦就像个标杆一样所以研究捉羊鹦鹉的时候呢，工作人员也找了只乌鸦做同样的测试，让他俩远程 PK 一下。那么测试的装置呢，是个方形的透明箱子，箱子中央的平台上有他们爱吃的食物。设计者总共设计了4种方式来吃到食物，其中第1种方式最简单，食物上拴了根绳子，只要拖绳子就能吃到，他俩都很轻松就搞定了。然后绳子撤掉之后呢，还有3招可以用。比如箱子侧面有个洞，可以直接看到食物，但是够不着，他俩得找根杆子拨弄一下。那么对乌鸦来说这没什么难度因为平时他们用树枝就很熟练了，常规操作而已。不过捉羊鹦鹉这边呢就费了点劲，研究人员给他的棍子有点粗，最后他口爪并用的，好歹还是伸进去了，也把食物给拨了出来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个机关，看起来也比较容易，说箱子侧面有个小门，把门拉开就能吃到。当然开门这个动作对动物来说其实也没那么容易，不过捉羊鹦鹉和乌鸦这种智商的那肯定没问题，很顺利就打开了。而且他俩开门之后还有点不一样，捉羊鹦鹉是直接就把脑袋伸进去，一点都没多想没犹豫。相比之下乌鸦呢就没那么鲁莽，他好像担心伸进头去会有危险，所以最后是找根杆子给拨出来的，明显比捉羊鹦鹉要谨慎一些。那么最后一个机关好像就没那么直观了，说食物后面有根管子，这根管子还拐了个弯，他们只有领悟到管子两端和食物的联系才能想到办法。那么这个设计其实有点像刚才说的隧道是吧？是个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的问题。
最后结果呢，中央鹦鹉和乌鸦都没掉链子，他俩很快就捡起了地上的小球，塞进了管子里，顺利解决了问题。那么从这个实验来说呢，看来中央鹦鹉的智力水平啊，跟乌鸦已经差不多了。他俩都能看出机关的门道，也都知道使用工具，非常了不起。不过乌鸦经常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不光会使用工具啊，他们还会制造工具。比如好多野外的乌鸦就知道折根树枝掏虫子，也知道怎么选趁手的树枝，而且根据需要呢，他们还会把树枝加工一下，掰成合适的长度，完成个钩子之类的，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。所以中央鹦鹉这边会不会制造工具呢？科学家们也有个发现，说为了保护中央鹦鹉啊，科学家们搞了个装置，是个小陷阱，用来抓老鼠啊、负鼠这些吃鸟蛋和幼鸟的家伙，在山上放了很多。然后陷阱里面呢放了个鸡蛋，只要老鼠它们进来吃鸡蛋，捕鼠夹就会夹住它们，是这么个设计。不过后来啊有点不对劲，因为经常有鸡蛋碎了，但是没逮着老鼠的情况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于是科学家们就在陷阱周围布上了相机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。结果呢，竟然发现是中央鹦鹉干的。比如有只中央鹦鹉找来根树枝，再用嘴把分叉都掰掉，做成了杆子，然后他就把这根自制的杆子伸到陷阱里去了，用杆子把鸡蛋拨到捕鼠夹上打碎，从外面吃淌出来的鸡蛋液，就这么巧妙。所以这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中央鹦鹉也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，非常了不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陷阱原本是为了保护它们，是吧？要是它们能领会到这层意思，以后不再破坏陷阱的话，那就更了不起了。